Hello， 大家 ，Hello， 欢迎收看三人学。好久没有回到这个单元了，突然觉得有点不真实。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很久之前，我们今天要做的题目是我们要讲说我们的一起去回忆我们的过去、现在还有未来的事情，以时间点来分段。好，那开始吧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我们一起回忆一下，就是我们一起历经过的事情，然后里面有没有一个事情是你觉得很惊险的？我觉得是我那一次开车去沙滩那一个。我刚刚内心也突然跑出这一个，可是我在想说，我们好像也蛮多很惊险的事情。有吗？有蛮多的，我觉得蛮多的。就感觉要想可以想到很多。好，我先讲那个故事。好，那个故事就是我妈生病嘛，然后她走路不太方便，她就走得很慢，需要人家搀扶。那天我想说带她去看海，我们就开着车，开我家的车一起去沙滩旁边。那时候她膀胱不太好，所以一点尿她就想要上厕所了，所以她就在车上一说她想尿，她想尿尿，所以看一下海之后，我们就马上找其他地方看哪个地方可以尿尿。然后呢，想要看那个渔港，我就跟着一个导航走，说他那边有厕所，我就开，不知不觉跑到沙石里面。对，然后一开始还没有事哦，还没问题，但就往前开。然后他们后面就不知道谁在那边讲说，这边不对，这边不对。然后我就刹车，我就让车停了。之后我要再去动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卡在沙子里面。所以我们那天就被卡在沙滩上，然后我妈妈还是没上到厕所。然后呢，最后最荒谬的是，他们都第几次看到我妈而已，第一次看到我妈，第一次而已。我第一次看到我妈而已哦。然后骤学就要扶我妈去沙滩的某个草丛里面尿尿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忙着处理车子的事。但是哪个妈妈上厕所要去沙滩上面？真的很荒谬。她已经急到不能憋了，所以她得扶着她去沙滩上面尿尿。我还跟阿姨讲，阿姨你先，我扶阿姨去在草丛那边，然后我说阿姨你上完厕所之后跟我讲，我再去扶你过来。有点尴尬，我觉得。好久妈那时候在想说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尿尿还被别人看，好丢脸！就是我是妈妈，我会很丢脸。就我想尿尿，我想去找公厕，我也没有能力可以去找，我也只能这样子。行动不便真的很麻烦。对，妈妈。可是我觉得那次经验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那一次处理其实算愉快的啦，因为当下也没有谁是抱怨。对，因为我可能都知道说，其实抱怨没有用，就是处理就好了。对，就是解决。所以我们就搬了石头啊，放在轮胎前面，想办法让车子可以出来，还是没办法，所以就花钱请那个拖车，把车。那天有个印象，我觉得很好笑。那天好像我记得我们三个还在吵架，吵什么？我忘记吵什么事情。然后你就原本都闷闷不乐，然后闷闷不乐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好了，已经好了，没事的。因为这种事情，其他事都是小事，还蛮有趣的，蛮好笑的。这是我觉得比较惊险的。那你们呢？我自己想到是我们去泰国。泰国有什么惊险？泰国这个我也觉得不能算惊险，可是好像我们对我们自己太有自信。我们就是去泰国最后一天，就是我们上次出去泰国那次嘛。然后去泰国最后一天，我们就想说吃完午餐可以舒舒服服的回去饭店，然后拿行李就去搭飞机。就殊不知泰国的机场那么塞，真的。可是那么塞就算了，我们想说提早2个小时到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对。泰国真的很糟糕。他们最夸张的不是塞车，因为我们想说已经到机场，还有剩2个小时，时间有够。重点是泰国那时候太多人入境旅游，所以出境的时候，他光那个海关我们等了好像1个多小时吧。对，我们原本想说留2个小时，可以很充裕的去慢慢逛免税店，就排那个队，光是海关那一关就等1个半小时，我们差点赶不上飞机。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大家一起排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航空，然后很多人在排队，我也是同一班的人。对，结果就那个下一班的人，然后我们搭同一班飞机的，他们都已经上飞机了。对，越排越紧张了，因为以为很多这个班机都在这边排队，所以他一起没关系，对，没错。反正一迟到飞机就不能飞，对，就只有我们。然后后来我们怎样？我们最后应该是说还是有上飞机，很幸运的，他联络原本舱门要关了，赶快联络，他说舱门还没有关闭，赶快请一个小巴士载我们去那个飞机的地方，因为是联航，所以也不是说有走到，还得请小巴士载我们过去。我觉得是有惊无险啦。可是我们应该会被所有飞机上的人恨吧？因为我那时候上飞机的时候，很多人在瞪我的感觉。重点是我们在我记得是这一次我们起飞的时候。我们那时候要飞去泰国的时候，我们在等，因为我们在台湾要去那个上飞机前要搭一个小巴士，然后就有一组
人他们迟到，反正我们在那时候就想说，好，怎么那么久之类的。对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知道啊。对，结果我们要回程是我们。可是我们还在起飞那个时间内啊，就我们还在那个舱门，他说要登 boarding 的时间内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们还在时间内。哦，没错，而且我们已经有2个小时哦。那个我们从台湾出发的那一组人是逛免税店，逛到没有直接忘记时间，他们大包小包在这边说然后很开心的进那个我们的巴士上。然后说有人很生，因为我们出发，就是那时候那组游客等很久，然后就有人生气到问那个人讲说，一定要等他们吗？因为他们已经入关了啦，入关就可能要等，或者说要怎么安排，我不确定。他们那时候应该迟到已经有20分钟，不止20-30。那是我觉得航空公司等太很不合理耶，就是你就可能40分要飞，可是35分我们都还在那台巴士，还没有上飞机。对啊，这故事没有，这故事告诉我们说，要刮别人的胡子前，要先刮自己胡子。没有，你自己知道要注意。我觉得没错，更可以感受到那个别人等我们的那个心情。对啊，可是就要注意嘛，对啊，下次就注意一点哦。很惊险，那个心里很惊险，可是没搭到飞机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对啊，我们对这件事情都觉得还好。对。那就是一个很仓促、很有趣的体验。还有什么事情觉得遇到一个小危机吧？还有什么惊险吗？我觉得就最经典的一个是沙滩，那不然还有惊险的事情，可能就是你开车掉钥匙吧。就是对，就是他完全是历经车关诶，他跟车子好像这东西就是脱节不了。那是在那时候还没在一起，对啊，朋友车上的话我坐副驾，可是刚好他的钥匙放在我身上。对，然后我一下车的时候，就刚好一开车门，然后站起来，钥匙就跳出去。因为你可能放在就是衣服这边，对，然后你站起来，然后没有一出去就是一个水沟盖，对，然后就直接弹下去了。他就刚好直接掉到那个洞里面哦，你知道就没了。我等一下可以来分享我的心境变化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在一起嘛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好棒，我可以跟他出去，然后很开心的。然后他一发生这件事情，我心想，这男生也太雷了吧。也太雷了吧！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？我也不会情愿啊，谁知道他刚好停在水沟旁边，就跟那 AirPods 就因为刚好掉进去那个洞里面一样。对，很巧。而且我就停车很常会遇到水沟盖，大家东西一定要小心。对啊，那个要注意。对啊，你还没讲我们怎么解决的？我们说我们去当下我们就赶快打那个环保局啊，打什么消防局的电话。其实他们好像就是也就是要等环保局来给有一定的时间，没有当下处理。因为那天是假日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报警的话也是没有用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自己把那个水沟盖搬起来。然后这回是你还你就是还不够，因为有点太深了。所以不够长，所以就变成说你趴着，我一个人在后面压你的腿，拉你的腿。我那时候已经下半身到这里都在水沟，它已经像是仰卧起坐的反着坐。对，我就这样下去捞那个钥匙。对，而且我们打得开那个水沟盖，因为原本以为打不开。因为那水沟盖可能很久没有打开的感觉，然后都有被一些什么石头或者土给压住。对，就很有趣的经验。这么3个有趣的惊险经验，小回忆，想想。对，那我觉得发生这种经历，我就一起去解决，其实又变成另外一种回忆。对啊，而且有时候经历这种比较惊险的事情，就会觉得说，原本平常的那种小争执，好像都举不轻重，很无聊。对啊，就消失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原本在吵架，或者经历这个事情之后，一起解决，觉得哦，我好爱你。我们刚刚在吵那个干嘛？对，而且我觉得是从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说对方的解决能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不是有些人就摆烂那种，就会觉得哦，这个人我不要，对啊，就会想把，或是更抱怨，或是对你，或者反而骂你说你刚刚对会生气的，对，因为事情发生就只能解决，所以去追究谁的问题都没有用。要追究的话，那就事后再讨论、再检讨就好。就算追究，还是要去解决啊。对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个好处是在于说，我们3个比较不会因为生活上的遇到这种事情发生争执，因为我们都还蛮大而化之的，遇到什么事情就觉得来就解决掉就好。对，这是好事。好。然后第2个部分，你们近期的话，因为刚才讲的是回忆过去嘛，对。那现在近期你们有什么学习或工作上的计划呢？来，大老板，你先讲话。老板，今年他睡觉特别多。没有，我觉得，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工作，我可能最近在学习说带领伙伴。因为我自己个性可能是那种比较温的，但是我觉得说带领伙伴可能有时候适时的也是需要该硬起来，要硬一点。对，就是才有办法带得好了。
所以就是我自己在学习说，目前就是在学团队的管理能力，还有领导能力。你伙伴看到会开心吗？有点凶了。没有，但我觉得，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的那种，就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，要因材施教。对，所以没办法用同一套方式去带每个人。所以有时候是更去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个性，再用他的方法去教他。这我最近在学习的事情。这有人磨练，就是漫漫长路。当别人的教师的话，那你呢？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往上念？因为已经拿到博士了。对，因为已经拿到硕士了嘛，想说要不要继续念博士？博士，这是自我实践。我觉得博士好像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多重要的 title， 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自我实践。那会到时候又念博士会让你痛苦？我觉得一定会啊！我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个一切的状况发生。那为什么要自己折磨自己？因为我觉得我读书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可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好像我又做得还不错，一直以来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来挑战一下，就是要给自己适时的一个新的挑战或者新的刺激。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，可是还不确定。那如果念的话，你会念什么领域？我想念跨域。跨域就是所谓的跨领域，因为像我是艺术相关的，艺术相关最近这几年比较强调一个是跟其他产业的结合。应该不是说算艺术啊，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算是一个直接讲一个名词，就叫跨领域。那跨领域是跨什么呢？是比如说以自己的本科，像我本科是艺术，那我就本科的话，我可以去跨其他领域。像有些人的跨领域就是我去做数位艺术，所以他会一些 programming 的东西，或者是写 coding 的东西。对。那你要跨什么领域？我可以跨很多啊，我可以新媒体啊，我也算新媒体的艺术圈的前几把交椅吧。所以那博士那个科系就叫跨域。对，跨域跨域博班。那你这样去吗？考虑，不确定考虑，因为搞不好我很痛苦吧。而且大家觉得念博士好像很简单，没有，博士前面你要先2封推荐信之外，你要所有的你之后读书的计划，还有你写论文的计划全部先出来，所以也没有那么简单啊，只是在考虑中。对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想要去学一点其他的才艺吧。看我是什么？烹饪，因为我很想煮便当给你们吃，我以后要在家里当一个很贤妻良母的角色。你敢吃吗？好赞哦，我可以耶。我煮的蛮好吃的，他吃过啊。所以因为我对吃的不太要求。你到底在深圳啊？你又没得吃，他下毒。你们偏没礼貌。我没有说话。Baby， 你愿意吃我做的东西吗？我觉得我先吃还不错。吃一口，现在吃好吃的话再吃第2口。没关系，再怎么样，酷比跟塞塞会成为第一个牺牲者。你不能煮那种重咸，会死掉。我可以煮给他们吃啊。清淡啊，你们就吃水煮花椰菜就好了。那不用学。嘘，我自己有自己的做法。现在学完就可以了。那你呢？我的话，我也想要读陶艺相关的，再更去进修。然后之前我的在美国姑姑就有问我说，想不想去美国读书？可是这准备这件事情是一个漫漫长路，而且我本身不是艺术相关的，所以要准备作品集变得更麻烦一点。所以不管是我想在台湾读或者在国外读的话，都现在需要慢慢累积一些作品集。所以最近会朝那个方向努力。然后我想要把我的陶艺现在做好那些盆啊，或者是石器，开始拿出来贩卖。所以需要做一个网站，或者是在虾皮上或者是网站去卖这些东西，慢慢要把它变成一个作品跟贩售的平台。不错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一下英文。如果我想要出国的话，不然在台湾的话也不错。因为我需要卖掉这些东西，才有办法再花更多钱去买设备，才有办法有自己的窑。所以我只需要钱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要一个窑啊，不然每次烧那些陶艺作品都很贵。对，他都是算那个尺寸去计算说这个东西要付多少钱。如果是有一个窑的话，就很好烧。陶艺这东西的确是蛮花钱的，而且真的很需要空间跟地点。对啊，然后我最近才把我的那个房间变得干净一点，比较有一个工作室的感觉。我昨天跟他那里整理了5个小时，好久。现在也累积蛮多作品。还不错，之后可以烧。好，那第3个我们来分享我们心中期待的愿景，不管是自己的或是跟另一半，我们3个人一起。我自己觉得说未来愿景
感觉就在实践了。因为像是我从以前心里面就有一个种子，是想要把英文学好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就是我就曾经有时候努力，可是努力之后又感觉没有看到成效，所以就不会去一直就是再往前，可能没有那个环境。所以我就想说，现在既然就有比较多的能力之后，所以就想要把自己丢在能学习语言的环境里面，所以才去有预计说，我们年底或是明年想要去菲律宾去输入，去语言学校去学习。偷偷跟大家预告一下。可能会成型吧，未来想去做的事情，但我觉得一定会啦。就算如果不是一起去，也是我自己一个人会去。对，这是我给自己的目标。会英文真的蛮重要，至少会有其他的语言，比较跟其他人沟通。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，就像我上次虽然是一个人自己去日本玩的时候，发现到说，如果要跟外国人交流的话，语言能力真的很重要。可是你去日本，然后是用日文？没有，是因为也会认知到说新加坡啊、香港啊、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对，但他们可能就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玩，所以他们其实是讲英文。所以我就是英文没有这么好的话，其实他们也都很友善，就可能用比较简单的单字，或者是我们就用翻译在沟通。对。OK， 那你呢？我自己想象的愿景是，我们一年可以出国3到4次，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国家玩。现在玩过的话，就可以再换其他些地方，像是欧洲啊，或者是其他东南亚的国家，或是南半球，澳洲也是，那还不错。想要去体验更多不一样国家的风景，跟他们的食物，这是其中一个。然后希望之后未来我有办法做出什么特别的艺术品，变成一个算是艺术家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真，可是是向往的一件事情。就赚多更多钱啊，不然我们现在收入也不是很好。想法开源，要开到更多的源头。我觉得我自己的想象是说，如果在比较未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3个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？你干嘛看旁边？你不想要就算了，我觉得没关系。我觉得我们也不勉强，我觉得就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而已。对啊，你不想要住在一起啊？他对住在一起，他就没有那种舒服的感觉，他需要自己的 space。我可以1个月去2个礼拜。为什么？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因为我自己好像都还好。我觉得住一起比较没有自己的空间啊。那如果房子很大嘞？很大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可以接受。因为我自己跟前任住在一起的经验就是，我都没有自己的空间，想要做什么事情，感觉就有人在后面，会让我觉得很分心，或者没有办法专心。比如说做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希望你干嘛，帮他做什么事，或者想要一起做什么事情，可那时候我想有自己的独处的时间，就没有办法得到。所以如果房子很大的话，比如说大家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去是工作室，一个书房，然后我有自己的工作室，那彼此可以互相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不要打扰，然后偶尔去抱一下对方之类的，或者一起吃饭，这样就是蛮理想的。就是不要是没有自己的空间的那种情况。但我觉得我听起来感觉是因为前一段关系有这种经验，才觉得说没办法住在一起。因为我觉得像是我跟吴军住在一起，其实因为我们身份不一样。你知道我一天看到他几次吗？1次就睡觉前。就是说因为我起床，他没起床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已经去上班了。但是我可能很久之后，可能到晚上有点晚，可能晚上8、9点之后才回到家，然后可能才一起吃个饭，所以我才可能没办法感受到说，另外一半一直在家里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其实还是会有那种距离啊。就算是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跟我爸住，所以我爸如果出国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反而更舒服。就不管是就是家人还是另一半，我会觉得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自己的独处空间。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重要。不错。对，大概就分享到这边喽。大家还有什么提问的话，也可以对我们提问。我们好奇大家对我们3人有什么问题。对，这3人学主要就想要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对于人生或对感情的看法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新的问题的话，都可以问。我觉得今天的这几题问题都是阶段性的，其实这阶段可能觉得说，可能最经历过最冒险的事情，还有现在在学的事情，还有未来想要学习的事情。而且毕竟我们开创这个频道也已经1年了，
所以1年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分享。刚好你就提到了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所以在过了1-2年之后，大家可以回头看说这个影片我们有没有达到哪些目标？我们去读书了，他有没有把英文学得更好？我们办法变成一个艺术家，这些都是可以再重新检视，蛮有趣的回顾影片。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